世事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2022年刚一开年就透露着不寻常，先是疫情反复，紧接着俄乌一言不合就开干。就在前不久的3月14日，台空军一架幻影2000战机在台东外海失事。此外，有台湾媒体注意到，就在14日幻影2000战斗机坠海当天，台军公告了一个绝标案，内容是台空军已与法国厂商签署为期5年的后续技术支持服务接续案，委托法国厂商持续维护幻影2000战斗机发动机的正常运作。对此，岛内网友也是各执一词，甚至有网友直言，幻影2000战机早就该退役了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幻影2000这款被人情世故摧残至极的战斗机。幻影2000战斗机由法国自主设计，是现存服役第3代战斗机中唯一采用不带前翼的三角翼飞机，这是一种独树一帜的设计。法国在战斗机研制方面独树一帜的做法，不仅体现在幻影2000上，更是体现在整个幻影系列飞机的形成和发展之中。1965年5月，英国工党政府终止 TSR-2 计划之后，宣布与法国合作，共同研制替代 TSR-2 的可变后掠翼战术飞机，计划名称为 AFVG。当时皇家空军的建议是选用美国正在研制的 F111K， 法国在放大的幻影 F1 的基础上研制可变后掠翼的幻影 G。 英国方面的要求以对地攻击为主，法国的要求则是以空战截击为主，两边的需求达不到一致，因此 AFVG 不久之后便宣告散伙。法国的达索公司则将幻影 G 改成了双发的幻影 G8，后来又演变成了固定翼3倍音速、3万米升限的幻影 G8A。 这时法国的计划改称为 ACF， 意为未来战斗机，但 ACF 过于雄心勃勃，单价比幻影 F1 的1倍还要多，出口的前景变得十分渺茫。随后 ACF 计划被终止，法国空军转而要求研制一架较轻巧的新型幻影战斗机。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，由达索公司研制出了幻影2000。幻影2000一经出世，便受到了各界如潮水一般的好评。截至2013年，除法国外，还销售到了数个国家，总建造数量多达600余架，可遂行全天候、全高度、全方位远程拦截任务。80年代发展了2000B 双座教练型和2000N 对地攻击型。90年代研制了空战能力明显提高的2005型，改型多达20余种。主武器是固定的2门30毫米机关炮和9个武器外挂点，可以挂载4枚空对空导弹、炸弹、空对地导弹或者是空对舰导弹等。幻影2000重新启动幻影3的无尾三角翼气动布局，三角翼超音速的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。首先是它阻力小，总体结构重量轻，在相同的产品中，它的刚性好，在大迎角时有跟其他同类产品相比陡震小、机翼载荷低和内部空间大以及驻油多等优点。传统三角翼布局也存在一些固有的缺点，主要表现在起飞以及着陆的时候性能不佳，滑跑距离较长。制造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采用了电传操控、放宽静稳定度的方案。采取这些措施之后，不仅改善了飞机的起落性能，也提高了飞机的机动性能。幻影2000C 的生产型于1982年11月20日首次试飞，1983年开始交付，初期装 M535 发动机和 RTM 多功能多普勒雷达。1986年换装 M53P2 发动机和 RTI 脉冲多普勒雷达。N 型双座对地攻击型最初用于携带核导弹，代替幻影5执行核攻击任务。第一架生产型于1987年2月交付，法军订购75架，1992年交付完毕。该机能以111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，在60米高度进行地形跟踪的飞行。主要武器是 ASMP 中程空地核弹头导弹，低型双座攻击型不带中程空对地核导弹，主要用于取代老式战斗轰炸机。1989年，法国政府减少核武器力量，减少订购 N 型，增加订购 D 型。幻影2003和幻影2005是1987年达索公司宣布自行改进的幻影2000的计划。3型采用为阵风研制座舱多功能显示系统，5是在3型基础上改装汤姆逊 CSF RDY 雷达、新的中央数据处理系统以及汤姆逊 CSF VGH3020 全息屏显设备，并可携带马特拉公司的米卡空对空导弹，于1990年10月首次试飞。
幻影2000作为一款外销机，可以说是性能极佳了，能够吊打当时不少国家的战机，而很多想要采购战机的国家也对其投去了青睐的目光。一时间，幻影2000风头无两，炙手可热。那么就是这样一款飞机，怎么会从人人惊艳的神坛跌落下来呢？要知道，这款幻影2000在当初被中国空军视为极品，砸锅卖铁都想买。随后这些年却是直接冷落到了几乎无人问津的地步。中国和法国关系正常化非常早，在上个世纪的1969年，而中美关系正常化则是1979年。几年后，中国空军也组织人员考察美国的 F-16，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。F-16飞行性能大幅度领先幻影2000战斗机。幻影2000的优势在于超音速性能 1.6 马赫以上非常稳定，而 F-16战斗机则在 1.4 马赫以下称雄。F-16战斗机由于优秀的设计，飞机的加速性和爬升非常的惊人，加速性也是比幻影2000都明显好了一个台阶，所以这就是一个特殊的优势，不需要太多的机动就可以占据更好的位置对敌发动攻击，这也是 F-16最受好评的地方。因此，幻影2000战斗机的跌落神坛和美国 F-16战斗机的兴起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。当时幻影2000战斗机外销最大的优势就是飞机航电系统的先进，武器配套齐全，很早就可以挂载飞鱼导弹和 LGB 激光制导炸弹。作为一款最高速度 2.2 马赫的飞机，远程截击敌人轰炸机是最佳的选项，但是和三代机空战则不见得讨好。虽然法国一直以来也致力于升级发动机、航电系统和武器，也都是当时最顶配的，但是最终还是比不上财大气粗的美国。尤其是在海湾战争以后， F-16战机普遍装备 AIM-120 导弹之后，立即和幻影2000拉开了差距。F-16战斗机凭借着导弹优势和平台机动性优势的加成，不断抢夺传统法国幻影战斗机的地盘。幻影2000的地位每况愈下，法国人不断的改进幻影2000战斗机。幻影2005之后，具备了发射主动雷达制导的米卡导弹。而幻影2009之后，飞机武器装备愈发的先进，攻击力也在不断的增强。但是比较可惜的是，在性价比上则比不上美国的 F-16一代又一代的改进，最终一败涂地。尤其是幻影2000在消耗飞行员方面也是极为的出色，仅仅是台湾地区这次的事件就已经是第6起该飞机的失事事故。1999年10月15日，中国台湾一架幻影2005傍晚执行夜航训练任务，起飞后不久，因为引擎吸入了飞鸟，动力消失，经抢救无效，不幸坠毁于新竹外海。这起事件系中国台湾幻影2005战机首次失事记录。1999年12月14日，中国台湾一架幻影2005与其他2架担任僚机的幻影战斗机，在苏澳外海进行视距外攻击的战斗训练中，从战管雷达上消失。2001年11月14日，又一架幻影2005自新竹机场起飞执行例行训练任务后，在新竹外海从雷达屏幕消失。机上2名飞行员，1名尚未失踪，1名中校经渔船发现急救不治殉职。2013年5月20日，一架隶属于新竹基地499联队的幻影2000战机，上午9点54分由新竹机场出勤进行换装训练，于10月18分在苗栗后龙外海进行训练时，于雷达上失去踪影坠海，2名驾驶员成功逃生。虽然有跳伞成功生存下来的飞行员，但是伤亡还是比较严重的。在经过这一次最近的坠机，想来哪怕是台官方想要幻影2000继续服役，但是在飞行员那边还是说不过去的。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着像日本神风特遣队那般的勇气。不过在这么久的时间节点里面，创造了无数辉煌的幻影2000也算是功成名就了。如此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也不枉是一款成功之作。如果真的要给幻影2000盖棺定论的话，它就是一架基本合格的3代机，没太多出彩，但完美完成了时代的使命。从任何的角度说，幻影2000都不如前辈幻影31成功。但作为达索大师的最后之作，它依然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本期关于幻影2000的兴衰就先介绍到这里，欢迎大家来评论区讨论这款饱受人情世故的战斗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